什么多数人不愿意做肠镜？院士，做一次肠镜或能保5年没问题。你能接受你的屁股里塞进去一根管子吗？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对肠镜的第一印象，也是很多人拒绝肠镜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毕竟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可实际上，肠镜是目前检测大肠癌最有效的手段，没有之一。很多人非常抵触肠镜，有了问题也拒绝检查，结果就是错过了肠癌早期，等到晚期的时候已经很难去治疗。最为关键的是，早有院士进行证实，做一次肠镜起码可以保证5年不会出现相关问题。那么肠镜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什么是肠镜？在我们的身体中有很多的器官，当这些器官发生问题的时候，就需要依靠现代的技术手段进行检测和治疗。我们所熟悉的 X 光、CT 等，都是为了检测人体内部的问题所研发的医疗器械。但有的器官无法运用这些技术手段准确检测，因此便根据器官的特点研发了新的医疗器械，其中就包括胃镜和肠镜。胃镜和肠镜的基本原理相同，都是使用一根前方带有摄像头的软管，慢慢的伸进人体内部，从器官内部对疑似病变的部位进行检测。当然，肠镜不单单能检测，发现问题后也能马上去治疗。不过这两个检测还是不一样的，胃镜还能接受，肠镜就有点让你羞耻了。因为设备需要从你的肛门位置进入，在进行检测的时候，医生会将肠镜通过肛门的位置缓缓深入，直到肠镜来到我们需要检测的直肠、大肠等位置。由于和肠道位置近距离接触，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病变位置。有效治疗包括直肠癌在内的多达40多种疾病，可以说这是一种先进并十分有效的治疗手段。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式为什么会被抵触呢？其实这是身体抗拒和心理抗拒的结果。肠镜带给我们的压力。在大家身边做肠镜的人并不多，但是相对做胃镜的人很多。因此这里可以拿胃镜为例子进行参考。在做胃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全麻和局部麻醉，让身体失去痛觉，以减少做胃镜时候的压力。可即便做了全麻或者局部麻醉，在做胃镜的时候，身体依旧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应，其典型表现为身体会进行不自觉的抽搐，严重的时候需要多名男性才能按住。因此不少人在做胃镜的时候，医生都会要求至少有2名男性家属陪同，这就是为了防止在做胃镜的时候因身体乱动出现问题。同理，在做肠镜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要求，即使是全麻。首先，肠镜会带给人非常大的心理压力，因为医生会将一个长长的管子从肛门的位置伸进去，即使没有疼痛，这种感觉也会让人害怕。其次，也会给身体带去一些痛苦，这分为准备阶段和肠镜期间。在准备阶段，为了保证肠道内部的干净，提高肠镜成功率，我们必须要使用泻药等药物进行清肠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不仅会脱水，还会有腹泻、呕吐等反应，严重的甚至还会出现过敏反应。因此在这个阶段，很多人面对肠镜就会打起退堂鼓。到了肠镜期间，即使进行了全麻，清醒过后身体的不适感也会非常严重。然而肠镜虽然是一种正常且有效的治病手段，可依旧有不少人选择的拒绝，而这些人往往会错过最好的治疗机会。到了最后，不仅还是要做肠镜，也很难达到痊愈。那么肠镜真的有用吗？3. 肠镜真的有用吗？肠镜作为目前公认的治疗手段，不仅有太多的实际成功案例，也得到了大量优质医生的认可。其中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曾在公开讲话中表示，做一次肠镜可保证未来的5到10年内不会得直肠癌。上海市有一个抗癌协会官方组织，他们就曾发文表示，45岁之后大家都应该做一次肠镜。在抛开遗传问题外，直肠癌大多数是由直肠息肉所引起的，而直肠息肉很难通过其他手段发现和治疗。肠镜是最有效的手段，不仅可以快速检查出问题，也可以在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处理息肉。即使是放弃肠镜，选择直接动手术，依旧需要通过肠镜的手段进行检查。简单来说，想要治疗直肠癌，肠镜是不可缺少的手段。所以，我们不但不能拒绝医生提出的肠镜检测，
同时还可以主动预约肠镜检测，为自己的身体排除一系列的风险。那么哪些人需要优先考虑做肠镜呢？4. 肠镜的适用人群。在医生眼中，有这3类症状的人需要优先选择肠镜检测。首先就是有肠道类疾病且长时间很难治愈的人群。这类人群的集中表现为有长时间的腹痛、腹泻以及便血的症状，尤其是便血的症状，因为便血就代表着内部有出血点，有可能是意外破损，也有可能是内部出现的病变。还有家人得过肠癌的，一定要非常的慎重。如果你的直系家人和亲戚中有肠癌患者，还是主动进行一次肠镜检测最好，以防万一。最后就是曾患过息肉炎症，尤其是肠息肉的人，息肉是引发癌症的疾病之一。长期没有得到妥善治疗的息肉极易转变为癌症，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除了疾病史，有其他身体问题的人也可以考虑做一次肠镜，其中便包含肥胖。肥胖是很多疾病的诱因，脂肪的大量堆积不仅会对身体内部造成压迫，还会给肠胃造成非常严重的负担。那么在决定做肠镜的时候，应当做哪些准备呢？5. 做肠镜的准备。在做肠镜之前，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，克服心理对肠镜的恐惧和抗拒，这样才能在做肠镜的时候非常的顺利。如果你的内心一直很抗拒，即使肠镜时期是全麻，你的身体也会下意识的进行反抗，这会导致肠镜过程非常不顺利，甚至可能导致肠镜失败。在心理建设做好之后，就可以在饮食方面下功夫了。虽然在肠镜前我们会清肠，可如果你提前做好了准备，也可以减少清肠时候的痛苦。在肠镜的前3天时间，就要开始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减少我们肠胃的压力，同时尽可能的减少肠道内的食物残留。到了做肠镜的前1天，则要开始吃半流质食物，以粥类食物为主，顺带进行一下润肠工作。到了清肠阶段，可能会出现一些脱水症状，毕竟清肠的标准是大便成为纯水状态，没有明显的细渣和食物残留，颜色为无色或者淡黄色，这代表我们身体内部的水分会大量流失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提前购买一些能量饮料，这不仅可以快速补充我们所消耗的水分，还能为身体提供能量。如果仅仅补充矿泉水或者纯净水，我们会在清肠结束后呈现出无力的状态。同理，在遇到其他需要清肠的检查和手术时，也可以购买这样的饮品，不过需要提前询问医生，看看是否能够饮用这类饮品，或者是否能够喝水。做好了以上的准备，就可以进行肠镜了。如果你选择的是普通肠镜，在肠镜结束且没有明显副作用之后，便可以喝水吃饭了。如果你选择的是无痛肠镜，需要在肠镜结束后4个小时才可以进食喝水，具体情况需要询问医生。同时需要注意，做完肠镜后不要进行开车和高空作业，间隔大约为12小时到24小时左右。6. 正确看待肠镜等医学检测。在没有确诊肠癌和息肉不需要进行切除时，一般会将肠镜称之为肠镜检测而不是手术。这表示从医学的角度看，这是一次基本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检测活动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过分焦虑，人体是会衰老的。利用现代医学手段进行检测和预防是很有必要的，不需要自我增加心理压力。同理，类似的检测包括胃镜等，都是十分正常且轻松的检测。我们要学会正确的看待肠镜。结语：由于现代人晚上不好好睡觉，频繁吃外卖，工作中压力大等情况，肠胃有问题的年轻人比比皆是。因此，不少医生提倡，即使年轻人没有明显的身体反应，也应当定期做身体检查，尤其是肠镜。尤其是在45岁之后，肠镜检查是必选项。如果肠镜检查没有问题，起码可以保证5到10年不会出现肠癌。如果发现了问题，也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进行治疗，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